那位英国预言家帕克曾经给整个2026年画下了一张惊心动魄的路线图。他说，2月是转折点，3月15日之后，世界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3月25日，太阳与土星合相的那一天，会是一个重要的冲突触发点。那些日子，我们一个接一个的走过来了。中东的战火，伊朗的动荡，一国领袖遭到精准打击的传闻，油价的飙升，超市里一天比一天贵的柴米油盐，这些我们都亲身感受到了。可是那场最让人揪心的台海风暴却始终没有在春天彻底引爆，于是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帕克这一次或许失手了。但就在这个盛夏，帕克把他最关键的目光重新聚焦了回来。而这一次，时间的指针不再指向春天，而是死死地定在了一个日子上。8月12日，他提醒我们，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极度危险的范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原本的时间线会被修正？为什么偏偏是8月12日？而所谓的危险范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一切一层一层的慢慢揭开。你会发现，这绝不只是一个耸动的标题，它的背后藏着一张横跨东方与西方，横跨天上与人间的巨大拼图。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认真听帕克说的每一句话。这些年，他确实留下了太多让人后背发凉的记录。英国脱欧，他说中了；川普登上白宫，他说中了；那位在位70年的女王悄然离世，他也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时候提前示警。而最让全世界震动的那场新冠大疫，他更是在许多人还在嘲笑的时候，就早早写下了预言。俄乌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伊朗的动荡，委内瑞拉那位独裁者的落网，甚至还有一场夺走许多生命的大火，一件一件都像是被他提前翻开的剧本。而最接近我们的一次，发生在去年年底，2025年12月4日，帕克突然发出警告，他说台海之间，或者说中国与日本之间，将会上演一场极其惊险的准危机，像是一场战争的彩排，雷达锁定式的对峙即将出现。所有人都觉得这不过是又一个耸动的说法。可是仅仅2天之后，12月6日，那艘航空母舰就2次用火控雷达锁定了日本的战机。消息传出，全球震惊。从发出预言到现实应验，中间只隔了短短2天。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回倒一倒，看看帕克这些年究竟留下过哪些让人细思极恐的预言。早在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疫爆发之前，当绝大多数人还从未听说过那个病毒的名字时，帕克就已经在他的节目里谈起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来自东方的瘟疫。他描述了封城，描述了口罩，描述了整个世界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景象。当时几乎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可是短短几个月之后，那一切就活生生地出现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改变了整整一代人。还有那位深受爱戴的女王，帕克在很多年前就一次次地暗示，她的离去将会是一个时代真正的落幕，并且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发生。当那一天真的来临，很多曾经听过他预言的人才后知后觉地感到一阵寒意。他还说中了那场撕裂了整个英国社会的脱欧公投，说中了那位美国总统出人意料的当选，说中了那场旷日持久至今仍未真正平息的东欧战事，甚至连伊朗的动荡，连委内瑞拉那位强人的落幕，连一场在异乡夺走许多生命的无情大火，都被他提前写进了那一段又一段看似疯狂的预言里。一次说中或许是运气，2次说中或许是巧合。可是当这样的记录一年又一年的累积起来，多到你已经数不过来的时候，你还能简单的用巧合这2个字把它轻轻带过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帕克郑重地圈出8月12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当成耳边风。正因为有这样的记录，当帕克把手指重新按在8月12日这个日子上的时候，很多人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当然，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这些依然是预言，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帕克自己也反复强调，未来是流动的，是可以改变的。但正因为他过去太多次说中，
我们才更有理由把他这一次的修正认真的听完。那么，这个总是能说中的帕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看到未来的方式又是什么？帕克并不是靠什么复杂的仪器，他是一位灵媒，靠的是一种被称为通灵的能力，还有对梦境的解读。几十年来，他一直用这种方式去帮助许多真实的普通人。而他真正的预言体系其实建立在一个更古老、更神秘的源头之上。他说，就在新冠大爆发的前后，他曾经在印度见过一位瑜伽师。这位瑜伽师有时会进入一种神思恍惚的状态，据说能够与神灵沟通。那位瑜伽师告诉帕克，新冠不会只有一次，未来还会出现第二种病毒，而且那不是普通的病毒，是一种更危险的生物性的病毒。听到这里，你的心是不是又紧了一下？但帕克接下来转述的话却让人稍稍安心。那些通灵者说，虽然那会是一种更厉害的病毒，但最后它依然会被控制住，未来是光明的，大家不必过度担心。因为就在一个世界正在崩塌的同时，另一个新的世界也正在悄悄地升起。这种先给你看深渊，再递给你一盏灯的叙述方式，正是帕克最打动人心也最让人愿意追随的地方。好，铺垫到这里，我们正式回到那张地图，先看清楚帕克在年初原本画下的样子。在202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帕克录下了一段影片。他说，2026年将会是一个清算之年，许多被长期掩盖的谎言会被一个一个地揭穿，会出现大量的诉讼案，会有很多真相浮出水面。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在2月。熟悉东方文化的朋友听到2月，心里大概会咯噔一下，因为中国的农历新年正好也在2月前后。过了那个新年，我们就正式踏进了一个在古老预言里反复被提起的年份——赤马年。赤马红羊这4个字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老人们常说，赤马红羊是60年一遇的大劫，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血光。它为什么这么可怕？因为在传统的干支纪年里，火属红色，马与羊又都带着旺盛的火气。当这样的年份接连到来，古人相信人间的戾气与冲突也会跟着被点燃。上一个赤马红羊之年是1966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很多长辈都记忆犹新。那是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的开端，无数的家庭在那场风暴里支离破碎。其实，让古人如此忌惮的，还远不只是1966年这一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每一个赤马红羊之年几乎都伴随着动荡与变局。翻开那些泛黄的史书，你会发现，这样的年份里，或有大旱，或有兵灾，或有王朝的更替与人心的浮动。一代又一代的先人把这些血与泪的记忆浓缩成了赤马红羊这4个字，像一句古老的警语，一遍一遍地叮嘱着后来的子孙。它未必就是不可更改的宿命，但它一定是一种郑重的提醒，提醒我们在这样的年份里，人与人之间的戾气格外容易被点燃，一个小小的火星也可能酿成一场大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才更要学会克制、忍让与慈悲。60年一个甲子，如今轮回到了2026年，这个世界会不会再一次历劫？让帕克真正心惊的是，他用西方的方式看到的景象，竟然和这个古老的东方预言在时间点上高度的吻合。而在这张地图的正中央站着的就是台海。帕克说，台海之间很可能会出现一次意外，不是2架飞机的相撞，就是2艘潜艇的碰撞。就是这样一次谁也没有计划好的意外，会成为那根导火线，让整个台海的局势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升级，甚至把日本也一起牵扯进来。听到这里，很多台湾的朋友一定会心头一紧，但帕克接下来的话却出人意料。他说，在这场冲突里，台湾不会被吞并，真正遭到重创的反而是另一边。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词，冰川式崩塌。他说，那个庞大的政权不会是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正面战争里被打垮的，而是像一整座冰川那样，先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然后在某个看不见的临界点上
发生大规模而且不可逆的崩解，经济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社会会陷入动荡，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能淡出权力的核心。而在那之后，帕克预言这个国家会分裂成许多个小国家，最终走向一种类似欧盟那样的体制，民主制度会占据主导，边境重新开放，人们可以自由地往来与贸易。帕克为什么会选用冰川这个比喻，而不是地震，不是火山？这其中其实藏着一份很深的洞察。一场地震来得轰轰烈烈，可它结束的也快，而一座冰川的崩解却是另一回事。它可能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看上去都坚不可摧，巍然不动，可就在它的内部，一道又一道细微的裂缝早已在悄悄地蔓延，表面的坚硬掩盖着内里的松动，直到某一天，某一个谁也说不准的临界点，整座冰川会在几乎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轰然崩塌，而且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回望人类漫长的历史，很多看似固若金汤的庞大体制，他们最终的倾覆往往并不是被外面的敌人一拳打倒的，而恰恰是从他自己的内部那一道最初谁也没有在意的裂缝开始的。帕克说，他看到的就是这样一道正在悄悄扩大的裂缝。这就是帕克在年初给2026年画下的那张大地图，有清算，有台海的那场意外，有那座冰川的崩塌。可问题来了，春天已经过去了，那场意外并没有在我们眼前发生，于是就有了今天最核心的问题：帕克为什么要修正他的时间线？答案其实一直藏在他年初那段影片的细节里，只是当时大家都被台海这两个字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忽略了他埋下的另一条线索。帕克当时说得很清楚，2026年3月15日之后，世界会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3月25日，当太阳与土星合相的时候，会是一个重要的冲突触发点。他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某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可能会威胁甚至囚禁一些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乃至发生杀害的行动。这些春天的日子是他标出的第一批警戒线，但真正的关键是他接下来说的那句话。帕克说，从4月15日一直到11月15日之间是一整个极度危险的周期。朋友们，请一定要注意这句话，这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整段长达7个月的窗口。春天那几个日子只是这扇大门的门槛，真正危险的是门后那一整片时间的旷野，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盛夏正好就站在这片旷野的正中间。所以帕克并没有失手，也没有推翻他自己，他只是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在领着船穿过第一道暗礁之后，把手里的望远镜缓缓对准了前方海面上那一片最凶险的漩涡。而在这整整7个月的危险周期里，有一个日子被他用最重的笔圈了出来，那就是8月12日。为什么偏偏是8月12日？帕克给出的理由来自天上的星象。他说，8月12日的那个夜晚是一个新月之夜，在那一夜，木星、太阳还有月亮会一起聚集在巨蟹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我们得展开来说。在占星的传统里，巨蟹座掌管的正是家园，是国土，是根基，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身边最亲的人。它象征的是归属感，是安全感，是一个群体最深的情感连结。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一夜挤进这个星座的都是谁。木星是象征着扩张与放大的星，它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能量无限的放大。太阳是象征着权力与领袖的星，代表着最高的意志。月亮则是象征着情绪与民心的星，牵动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心绪。当这3颗分量极重的星同时挤进了那个掌管家园与国土的巨蟹座，又恰恰赶上新月那种一切归零、暗流在水面下悄悄涌动的时刻。帕克说，这就构成了一个必须格外小心的触发点。为什么一个新月之夜会被赋予这样一层特殊的含义？在古老的占星传统里，满月是能量达到顶点的时刻，一切都摊在明亮的月光下，清清楚楚，一览无遗。而新月却恰恰相反，那一夜，月亮彻底引入黑暗，看不见一丝光亮，
古人相信，这是旧的循环刚刚结束，新的循环却还没有真正开始的一个微妙的空档。就像退潮之后，涨潮之前，海面看似一片平静，水底却正在悄悄酝酿着新的力量。很多重大的变化，往往就选在这样一个光线最暗、人心也最容易松懈的节点上，无声无息地发生。当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月之夜，又叠加上木星、太阳、月亮这3颗分量极重的巨星，在巨蟹座那场罕见的聚会，帕克才会如此凝重地把它从那7个月的漫长窗口里单独地圈了出来。换句话说，帕克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说春天的星象点燃的是遥远的中东，是那些帝国之间的博弈，那么盛夏这一次的星象搅动的很可能就是家园，就是土地，就是那些和领土、和民心、和政权根基紧紧相关的事情。而放眼整个地球，此刻最紧绷的那一根与家园和领土有关的弦会是在哪里？答案几乎不用多想，这就是帕克把中国、把台海重新拉回聚光灯下的原因，这也就是他口中那个中国正在进入的极度危险的范围。让我们闭上眼睛，试着想象一下那个夜晚，8月12日，一个没有月亮的夏夜，那片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海峡，海面平静的甚至有些反常，海风温热，带着淡淡的咸味儿。可就在这片平静的海面之下、之上，无数的雷达正在无声的扫描，无数的舰艇正在暗处彼此对峙，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雷达屏幕上那些跳动的光点。天上，木星、太阳、月亮正悄然聚拢在那片掌管着家园的星座里，而海峡两岸，千千万万个寻常的家庭，或许正围坐在餐桌旁，或许早已进入了梦乡，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帕克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节点上，任何一丝微小的火花都可能被无限的放大。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前这么久就把这个日子郑重地交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那么这个危险的范围里到底可能发生什么？我们把帕克描绘的那幅画面再往深处看得更仔细一些。帕克反复强调，他看到的那场危机很可能并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全面入侵，真正的风险藏在误判这2个字里。当双方的军机与军舰在一片狭窄的海域里贴得越来越近，当火控雷达一次又一次的相互锁定，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任何一次擦枪走火，都可能在谁也不愿意的情况下突然点燃整片天空。这就是为什么帕克说那场悲剧的起点会是一次意外的碰撞，而不是一纸郑重的宣战公告。一场原本只是威慑的战争彩排，随时都有可能弄假成真。而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帕克提到的另一个概念，间接战争。他说，未来的冲突未必都会以我们熟悉的方式登场，有些攻击会被巧妙地伪装起来，让它看上去像是一场纯粹的天灾。这个说法会在后面和另一个更骇人的预言紧紧地扣在一起，你先记在心里。间接战争这4个字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它其实一点也不遥远。在人类的历史上，真正高明的对手往往并不会选择正面的硬碰硬，因为那样的代价太大，也太容易被全世界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更倾向于用一种让你抓不到把柄的方式去悄悄达成目的。一场恰到好处的天灾，一次来历不明的事故，一场突如其来的系统瘫痪，表面上看都与任何人无关，可它造成的后果却可能比一场公开的战争还要深远。帕克之所以反复提到这个概念，就是想提醒我们，未来的危机未必都会敲锣打鼓的登场，有些最危险的东西恰恰是披着天灾的外衣，悄无声息地走到我们面前来的。不过帕克也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安心的落点，他始终认为，在这场风暴的尽头，倒下的不会是台湾，而是那座早已出现裂缝的冰川。这场动荡会反过来狠狠冲击那个庞大政权自身的经济与稳定，这一切最终会通向他所说的那场崩解，通向那个分裂成许多小国，走向开放与自由的漫长结局。当然，这依然只是预言，我们听着、记着，
但心里都清楚，真实的历史永远比任何一段预言都要复杂得多，也曲折得多。说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问，这世上冲突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帕克还有那么多的预言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最担忧的目光投向了台海这一小片海峡？这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今天的世界早已被一张看不见的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台海这片海域旁边的那座岛屿恰恰握着这张大网上最关键的一个结。那里生产的晶片是我们手里的手机，是路上跑的汽车，是医院里救命的仪器，是天上运转的卫星，几乎是这个时代一切精密设备最不可或缺的那一颗心脏。一旦这片海域真的燃起了战火，那受到冲击的就绝不只是海峡两岸的人，全世界的工厂都可能因为缺少那一枚小小的晶片而被迫停下运转，全球的经济都可能因此陷入一场前所未见的巨大动荡。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小片海峡能够牵动全世界的神经。也正因为这里如此敏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的放大，帕克才会反复强调那两个字：误判。当那么多的军机与军舰，那么多双紧张的眼睛，那么多颗悬着的心，全都挤在这一小片海域里的时候，真正可怕的往往不是谁下定了决心要开战，而是在那种极度紧绷的空气里，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意外，一次小小的失手，就足以把所有人一起推向那个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深渊。我们再回头去看去年年底那场雷达锁定，就会懂得帕克所说的战争彩排究竟有多可怕。所谓彩排，就是双方都还没有真正动手，却已经把动手前的每一个动作演练了一遍。火控雷达的锁定意味着武器系统已经瞄准了对方，离真正的攻击只剩下最后一道扳机。这样的动作一次两次，一旦变成了家常便饭，人们就会渐渐地对危险失去了敏感。而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最大的灾难往往就诞生在这种人人都以为只是演习，只是威慑的麻木与侥幸里。帕克说，那根导火线很可能就是这样，在一次看似寻常的意外碰撞中被悄然点燃的。其实，帕克对台海的看重远不只是2026这一年的事，在他为未来10年所做的排序里，他明确地把台海列为了整个时代里最凶险的那一个引爆点。他说，这不只是一场地区性的冲突，而是一场正在悄悄展开的会牵动全球能源与经济的大调整。就在今年的春天，那种调整的味道其实已经飘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中东那道狭窄的海峡，战火不断，油轮的航线变得险象环生，于是加油站的数字一天比一天高，超市里的米面油盐也跟着一天比一天贵。帕克说，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事情，其实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紧紧串在一起的。从某个岛国可能出现的连锁反应，到银行系统可能遭遇的网络攻击，再到某片土地上版图的悄然扩张，一直连到台海这边越来越紧绷的局势，它们表面上毫不相干，实际上却是同一张大棋盘上的不同棋子。这正是帕克反复提醒我们的，不要只盯着一处的火光，要看到那整片正在被点燃的森林。回过头看，帕克在春天标出的那几条警戒线，其实并没有完全落空。3月之后，中东那片土地确实一步一步走向了动荡，油价的攀升也确实一点一点渗进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只是那场最让人揪心的台海正面风暴并没有在春天真正引爆，而这恰恰是帕克这一次重新修正时间线的底气所在。他从来没有说危机已经取消了，他只是说那片最凶险的水域并不在门口，而是在更深的地方。春天那几道警戒线像是这场大戏的序幕，帷幕已经缓缓拉开，而真正的高潮被他重新标定在了剩下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所以他这一次不是改口认错，而是把那根越收越紧的弦重新调准了音。说到那个被伪装成天灾的间接战争，我们就不得不提帕克整套预言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段。一团巨大的气体云
这个预言其实不是2026年才冒出来的，早在2015年，帕克就在他那本叫做《来自宇宙的讯息》的书里写下过一段话。他说，未来会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威胁整整一个国家，并且引发全球性的惊恐。当年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可是这么多年过去，这团气体云的阴影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而让这段预言变得格外诡异的是一个地名。帕克说，这场灾难的源头和印度那套古老的纳迪叶预言高度吻合。在那些拥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叶片预言里，反复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名，那个地名的发音听起来像是亚马。帕克研究之后推论，因为那些叶片写成的年代实在太过久远，当时这世上根本还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国名，所以这个亚马指的很可能就是日本的古称。大和，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这团致命的气体云将会从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喷发出来，它会从东北的方向飘散，影响的范围甚至可能一路波及到俄罗斯。而帕克特别提醒，这场海底火山的爆发也许并不只是单纯的天灾，它会不会就是那个间接战争的一部分，一场用人为的手段去悄悄触发的自然灾害，让它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次军事攻击。当你把气体云和间接战争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含义是会顺着几倍一直往上爬的。好，现在我们必须停下来，好好的讲一讲那个被帕克反复提起的源头——印度的纳迪叶。因为只有真正懂了它，你才会明白帕克这些预言的分量到底有多重。纳迪叶并不是普通的占卜，传说在几千年前，印度有一群修行极高的圣者，他们能够洞见未来，于是就把一个又一个人的命运一片一片地刻写在了棕榈树的叶子上。这些叶子历经数千年，一代一代地被保存、被解读，流传到了今天。它记载的据说是一个具体的人，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那你可能会问，这世上有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找到专属于我的那一片叶子呢？方法听起来简单的不可思议，你只需要提供一枚指纹，男生提供右手大拇指的指纹，女生则是左手大拇指。解读师会根据这枚独一无二的指纹，去浩如烟海的叶片里，替你找出对应的那一片。想一想，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就有几十亿种指纹，而这一点，我们的科学界一直到19世纪才真正发现。可是几千年前的古印度人竟然早就知道，并且用它来作为每个人命运的钥匙。古人的智慧有时候真的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帕克自己就去印度找过属于他的那片叶子，而且还真的给他找到了。叶子上写着一句话，让他当场就愣住了。那片叶子说，你母亲出生时的名字叫做艾塞尔，但他自己坚持要别人叫他维基。这件事让帕克浑身发凉，因为他母亲出生的时候，父母起的名字确确实实就是艾塞尔，可他自己非常不喜欢这个名字，一辈子都坚持让别人叫他维基。这是一个你翻遍整个网络，翻遍所有的档案都不可能查到的私密信息。可就在遥远的印度，有一个人在几千年前就把它写了下来。你说这神不神奇？也正因为帕克亲身验证过纳迪叶的准确，他才会如此认真地去请教那些解读师。他连线的是一位住在加州的顶级解读师，名叫维尼塔。这位维尼塔可不是一般人，他的客户经常是非富即贵，其中有些人甚至是能够影响整个世界局势的政治家。从去年开始，也就是网上盛传将会发生某场大海啸的那段时间，他解读的叶子里就频繁地出现了灾难的影子。帕克说，如果只是一片叶子提到了某场灾难，你或许不会太在意，但是如果3片、4片、好几片完全不搭界的叶子属于好几个素不相识、人生轨迹毫无交集的人，可是在他们各自的命运展望里，竟然都浮现出了同一场灾难的影子，那你还敢把它当成巧合吗？在其中一位女政治家的叶子里，甚至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一场未来的灾难，
时间大概在2028年到2029年前后。那个时候，这位女士据叶子所说，已经当选成为了加州的州长，正在倾尽全力去应对那场灾难。这个细节其实透露出一个更让人不安的信息，那就是这些叶片所描绘的并不是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的灾难，而是一段可能会延续好几年的漫长考验。从2026年这个盛夏开始的动荡，一路可能延伸到2028、2029年。这也正好和帕克反复强调的那个判断不谋而合。他说，未来的几年里，这个世界将会因为天灾、战争、干旱，还有疾病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步一步走向崩溃的边缘。有人会打着宗教、种族，还有民族主义的旗号，去挑起事端，去引发骚乱，而那种社会动荡的规模，是我们这一代人前所未见的。2026年，在帕克看来，并不是这一切的结束，恰恰相反，它只是这场漫长大戏真正拉开帷幕的第一幕。而帕克这一次特别提到的是叶片指向的年底。他说，大约在2026年的10月到11月前后，印度的南部恐怕会面临一场大规模的海啸袭击。他说，这个讯息来自湿婆，透过那些古老的叶片向人们传达。从盛夏的8月12日到深秋的10月与11月，这一整段时间在帕克的地图上都被涂上了浓浓的警戒的颜色。而帕克的预言还有一个更庞大也更超乎想象的维度，那就是天上。帕克曾经提出过一个相当大胆的看法，他认为这一场围绕着大国之间的博弈，表面上是地缘政治，是经济，是军事，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其实是一场灵性的较量。他甚至指出，太空正在成为这场较量新的舞台。他预言，那个庞大的政权在太空中藏着一个关键的野心，那就是去控制一种能够改变世界的资源。这种资源叫做氦三。氦三是什么？它是一种在月球上相对丰富，但在地球上几乎不存在的稀有同位素。帕克警告说，氦三不只是清洁能源的一把钥匙，据说它能为核聚变提供长达1000年的动力，更可能是实现全球控制的一件工具。帕克预言，2026年很可能会成为这个月球计划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个政权或许会突然宣布某项重大的突破，比如一个月球基地，或者是氦三的提取技术，以此来震慑整个世界。帕克提醒，这未必是进步，它背后可能藏着一个诱导人类去崇拜物质，从而放弃灵性追求的陷阱。他还敏锐地指出一个对比，西方的自由社会，美国、欧洲甚至俄罗斯，对于太空的数据大多是公开分享的，但那个政权对于自己的登月计划却始终守口如瓶，这种隐秘本身就耐人寻味。除了太空，帕克把目光还投向了另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网络。他说，未来的战争中很可能会出现一场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在这场战争里，黑客会去破坏云端的设备，会去盗取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资料。所以帕克非常认真地叮嘱，请大家一定要把电脑里重要的资料做一份本地的备份，而且一定要离线保存。这一条建议，不管你信不信那些遥远的星象，都值得你今天就去做上一遍，因为它保护的是你自己实实在在的财产与回忆。帕克甚至还提到，一种被称为科学恐怖主义的东西也可能会出现，并对这个世界造成严重的破坏。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帕克口中那场由人工智能主导的网络攻击，一旦真的发生，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它不会有枪炮的轰鸣，不会有硝烟，一切都静悄悄的。可能只是某一个清晨，你一觉醒来，发现手机刷不出任何消息，银行的系统陷入瘫痪，账户里的数字变得无法确认，医院的设备开始失灵，交通的信号陷入混乱，整座城市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按下了停止键。这样的攻击比任何一场正面的战争都更难防范，因为你甚至不知道敌人究竟藏在哪里。正因为如此，帕克那句听起来有些啰嗦的叮嘱，把重要的资料做一份离线的备份，
才显得如此语重心长。在一个把一切都交给了云端的时代，一份静静躺在你抽屉里的离线的备份，或许就是你最后的一道防线。把这一切串起来看，你会发现帕克描绘的是一幅美国、中国、俄罗斯三方对峙的宏大棋局。他很多年前就说过，中国与俄罗斯将会结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在那个时候，这两个大国之间还远远谈不上亲密，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在胡言乱语。可今天回头去看，这个世界是不是正一点一点地滑向他所描述的那种格局？这其实正是帕克这一类长期预言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一个判断，在他刚刚被说出来的那一刻，往往显得荒诞不经，甚至有些可笑。可是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当现实真的一步一步向那个方向靠拢的时候，那份最初的可笑就会慢慢变成一种令人脊背发凉的准确。当年那个看起来绝无可能的两强联手，如今却越来越像是我们每天新闻里习以为常的背景。而如果连这样一个宏大的格局都被他提前许多年言中，那么他这一次对8月12日的郑重圈点，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掉以轻心呢？他还提到过那场针对某位中东领袖的精准打击，他说那不会是一场全面的军事入侵，而是一次极具目标性的行动。而就在我们所处的2026年，中东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是不是也让这段预言多了几分沉甸甸的分量？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远，回过头来看看这整张横跨天地的拼图。一边是东方那个流传了千百年的赤马红羊，是60年一遇的大劫之年；另一边是英国的帕克，用他通灵与梦境的方式看到了台海的意外，看到了那座即将崩塌的冰川；再一边是印度那些沉睡了几千年的纳迪叶，好几片素不相识之人的叶子都指向了同一场灾难。3个完全不同的文明，3种完全不同的预言方式，却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上，在盛夏这一段窗口里罕见地重叠到了一起。帕克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看到的孤独景象，而是好几群有修为的人正在同时为这个世界祈祷，希望神明能够阻止那场灾难真正的降临。这种来自不同源头的重叠，才是最让人心里发毛的地方。你想想看，一个英国人靠的是通灵与梦境，一群印度的解读师靠的是几千年前刻下的古老叶片，而中国的先人靠的是干支轮回的推算。他们彼此之间隔着遥远的山海，隔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用着风马牛不相及的方法。可是当他们各自望向未来的时候，那一根手指却诡异地指向了同一片时空。如果只是一个人这么说，我们大可一笑置之。可是当3种古老的智慧在2026年这个路口罕见地达成了某种默契，我们就算再怎么理性，心里也难免会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也许这正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提醒方式，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多一分警醒，也多一分敬畏。听到这里，很多朋友的心恐怕已经沉到了谷底，满眼都是台海的意外，是气体云，是大国的博弈，是海啸，是那些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的日子。如果帕克说的只有这些，那他大概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观众。因为帕克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从来不会把话说到绝望的那一步。帕克反复强调一句话，这一切并不是绝望的信息，而是希望的开端。他说，在所有这些世界领袖之上，在所有这些灾难之上，有一种更高的灵性能量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人类。这些灾难之所以降临，并不是为了毁灭这个世界，恰恰相反，他们是伴随着一场伟大的觉醒一起到来的。就像那句在东方流传了很久的老话，大灾之后必有大福。旧的世界正在崩塌的同时，一个崭新的世界也正在悄悄地一寸一寸地升起。帕克说，在精神的层面上，一些积极的改变正在无声无息地发生，会有越来越多境界很高、心灵觉悟的人出现。他们称自己为觉悟者，
就像是佛陀或者圣人那样的觉悟者。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都拥有着某种超乎常人的能力，但他们不会去滥用它，而是会用它去帮助身边的人，去温暖这个世界。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真正的全球性的觉醒正在到来。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关于第二种病毒的预言吗？帕克转述的那些通灵者在说出那个更危险的病毒的同时，其实也留下了一句同样重要的话。他们说，那场疫病最终还是会被人类控制住，因为未来是光明的。你有没有发现，帕克几乎所有的预言都遵循着同一个节奏？他总是先让你看到那道深不见底的裂缝，再转过身来轻声告诉你，裂缝的另一头其实一直透着光。在他看来，这个旧世界之所以会如此剧烈的震荡，正是因为一个更新、更清明的世界正在艰难地破壳而出。就像春天的种子总要先顶开那一层坚硬的冻土，才能真正的迎来属于自己的阳光。灾难在帕克的叙述里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那一场伟大蜕变必须经历的产道。而最重要的一句话，帕克是这样说的，他说，人类其实一直拥有着透过积极的思想、慈善的行为，还有灵性的连结，去改变未来的力量。无论你信仰的是什么，集体的祈祷，还有每一份正向的意念，都能够真真切切地减轻灾难的负面影响，甚至消解掉那些沉重的业力。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在这场全球性的考验面前，我们彼此之间那种灵性的团结，将会是改变周围一切事件的最强大的力量。你听懂帕克真正想说的了吗？他一遍又一遍地圈出8月12日，并不是要我们躲进屋子里瑟瑟发抖。他反复强调的是，8月12日是一个需要格外小心的触发点，而不是一个注定要到来的末日。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全部的希望所在。一个是被冰冷的写死了的结局，另一个是还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一次次的选择。这也正是帕克和那些只会贩卖恐惧的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他的世界观里，未来从来就不是一条已经铺好的轨道，它更像是一片还没有定型的水。星象只是在告诉我们，前方哪一段水域的暗流会格外的汹涌，而这艘船要怎么开，往哪个方向开，甚至我们能不能齐心协力把这艘船稳稳地撑过那片漩涡，答案始终写在我们每一个划桨的人身上。其实从古至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预言的追寻。从龟甲上的裂纹到星空中的轨迹，从古老的叶片到今天帕克的节目，我们一代又一代都在试图提前望上一眼那看不见的明天。这背后藏着人类一种很深很深的心情，我们既害怕未知，渴望有人能替我们先把前路照亮那么一点点，又在心底隐隐地期盼着那些最坏的预言永远都不要成真。所以面对帕克的这些话，最好的态度或许既不是全盘照收，被吓得寝食难安，也不是嗤之以鼻，把它当成无稽之谈，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温柔的提醒。就好像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我们未必真的就会被淋湿，但出门的时候顺手带上一把伞，总归是一件让人安心的事。帕克圈出的8月12日就是这样一把被郑重地递到我们手里的伞。所以当8月12日这个日子一天一天向我们走近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也许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恐慌。恐慌从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会让那片本就汹涌的水变得更加浑浊不安。我们真正能做的其实都很朴素，像帕克反复提醒的那样，把电脑里、手机里那些重要的资料好好的备份一份，离线收好，别让多年的回忆毁在一场看不见的网络风暴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做一些最基本的准备，家里备上一些饮用水，一点可以存放的干粮，一个小小的急救包，还有一只手电筒。这些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末日一定会来，而是因为一份从容的准备本身就能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真正的力量
从来不是来自对灾难的恐惧，而是来自那份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我都已经尽力做好了准备的踏实与坦然。这也正是帕克真正想带给我们的，不是惊慌，而是清醒。多去留意身边那个真实的世界，多看几个可靠的来源，而不是被漫天飞舞的流言牵着鼻子走。对家人多一点耐心，对身边的陌生人多一份善意，在心里静静地为这个世界，也为那片最紧绷的海峡送上一个平安的念头。你可能会觉得，我一个普通人，一个小小的念头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可是帕克想告诉我们的恰恰就是这个。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一个人的念头或许微弱得就像一根小小的烛火，但是当千千万万根烛火在同一个时刻一起亮起来的时候，那一整片黑暗就再也不是原来的那片黑暗了。这不是什么玄虚的空谈，这其实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被恐惧淹没，再把那份不安一点一点地传染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也可以选择做那一根稳稳亮着的烛火，让身边的人因为你的镇定而多得到一分安心。在一个越来越喧嚣、越来越焦虑的世界里，一颗平静而善良的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因为如果帕克说的是真的，如果每一份正向的意念真的能够让那片水稍微平静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小小的善事，每一次对他人的体谅，或许都在悄悄地为8月12日之后的那个世界多攒下了一分光。朋友们，赤马弘扬那60年的轮回，帕克笔下那座正在裂开的冰川，还有盛夏夜空里那场聚集在巨蟹座的罕见星象，它们是不是真的会在8月12日交汇成一场风暴？没有任何人能够100%的断言，预言永远只是替我们提前推开了一扇窗，让我们望见了远方天边的那一片云，而真正走到那一天的，穿过那片云的，是我们自己一步一步的脚步。我只是真心希望，当8月12日真的来临，又平平静静的离去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能够庆幸，那一片最凶险的漩涡终究被我们大家一起稳稳地绕了过去。而帕克那句话会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他说，在最深的黑暗里，总有一种光一直为我们亮着。朋友们，这个夏天或许注定不会太平静，我们会看到很多真真假假的消息，会听到很多耸人听闻的说法，但无论外面的风浪有多大，请你一定记得，帕克在所有预言的最后反复想告诉我们的那句话。他说，比起那些具体的灾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用一颗什么样的心去迎接它，是恐惧还是坦然，是彼此撕扯还是彼此扶持，这才是真正能够改变结局的东西。一段预言能够吓倒一个孤独而懦弱的人，却永远吓不倒一群手挽着手心里有光的人。那扇门会不会就藏在8月12日的后面？那扇门后是风暴，还是那场他反复许诺的伟大的觉醒？我们一起走着看。1991年，一本薄薄的书悄悄出现在美国的书店里，书名叫做《我来自金星》，作者署名欧穆内克·欧内克。他没有博士头衔，没有显赫的背景，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无数人把书放下，摇摇头走开。他说他不是地球人，他说他来自金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话听起来就像一个精神错乱者的呓语。毕竟金星是什么地方？那是太阳系里最像地狱的星球，表面温度高达460度，足以融化铅块，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0倍，那是一种能把潜水艇瞬间压扁的恐怖力量。天上下的不是雨，而是滚烫的浓硫酸。在这样一个炼狱里，怎么可能有生命？怎么可能有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从那里来到地球，还在田纳西州的小镇上长大，上学、结婚、生子，过着和你我一样的日子？于是大多数人把她当成了一个骗子，或者一个可怜的幻想症患者。她的书很快就被人遗忘，淹没在书店角落那一堆光怪陆离的新时代读物当中，再也无人问津。
他的名字连同他那6个离奇的说法一起沉进了时间的最深处，仿佛从未存在过。可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个被嘲笑的女人口中藏着6个冰冷而具体的说法。在当年，这6句话被当成疯话，被当成一个骗局里最荒唐的部分，无人理会。然而35年后的今天，当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从金星的云层里，从一块来自宇宙深处的石头上，从美国国会庄严的听证席上挖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窒息的证据时，他们忽然发现，这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人当年说过的话，竟然有4个正在一条一条的变成现实。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被遗忘了整整35年的旧书，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疯女人的胡言乱语，而是要冷静的一个一个的去审视这6个禁忌预言，哪4个正在成真，哪2个至今依然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梦。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问题是，如果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6件事？在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先请你放下心里那把急着下判断的尺，先别急着说他是骗子，也先别急着说他是先知，因为这个故事真正迷人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会把我们逼到2个都让人不太舒服的可能之间。要么是一个被全世界嘲笑了整整35年的女人，竟然碰巧一次又一次地猜中了人类最尖端的发现；要么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奇怪得多。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都值得我们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好好的看一遍。让我们先弄清楚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的名字欧穆内克，欧内克。据她自己说，在金星的语言里，意思是灵魂的回归。她的故事光是听开头就足以让任何一个严肃的人皱起眉头。可如果你愿意耐着性子听下去，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的内部有一种奇异的自成一体的逻辑。其实在它出现的那个年代前后，世界上已经冒出过不少自称与外星人有过接触的人。他们有的说自己被带上了飞船，有的说自己收到了来自星空的讯息。欧穆内克正是这一股浪潮里最特别也最完整的一个，因为他讲的不是一次短暂的偶遇，而是一整段长达一生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生。他说，他并不是出生在我们所看到的这颗滚烫的金星表面，而是出生在金星的另一个维度，一个振动频率比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更高的层面。他说，在我们的仪器看不见的那个层面，金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有用水晶建成的城市，有宽阔而宁静的街道，有一座叫做透特尼亚的故乡。在那里，没有疾病，没有战争，没有恐惧，也没有死亡。他说，他在那里以灵魂的形态活了足足210年。210年对一个地球人来说已经是好几辈子的光阴。可他说，在那样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这不过是漫长生命中的一小段。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开那样一个天堂，跑到我们这个充满苦难的星球上来呢？他的答案是，在1955年，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降低自己的振动频率，凝聚出一具沉重的物质肉体，来到地球。他说，他搭乘一艘飞船，由他的叔叔陪同，降落在地球上，借用了一个刚刚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的7岁小女孩的身份。从那一刻起，他就在美国田纳西州被那个女孩的奶奶抚养长大，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女孩。他说，他要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地球人，去经历地球人的童年，地球人的求学，地球人的婚姻，才有资格去谈论地球的事。在很长很长的岁月里，他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金星，独自咀嚼着一个地球小孩成长过程中的全部烦恼与挣扎。在他的说法里，这并不是什么附身，也不是什么雀巢鸠占。他说，那个小女孩的灵魂在车祸中已经离开了肉体，而他是经过了一整套安排才接手了这具空下来的身体。他说，在刚来到地球的那些年里，他其实一直都记得自己究竟是谁，记得那座水晶的城市，记得故乡的模样。只是他渐渐明白，这些记忆一旦说出口，就只会给自己也给身边的人
带来无穷的麻烦。于是他选择了沉默，把这个天大的秘密整整藏了几十年，直到自己年岁渐长，才终于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说，他来地球是背负着任务的，他要把金星上一套古老的智慧重新传递给已经遗忘了他的地球人。这套教导，他称之为一种关于至高神性法则的学问。它的核心其实很简单。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本质上都不是这具会生老病死的肉体，而是一个永恒不灭的灵魂。他说，宇宙万物都来自同一个浩瀚的创造源头，在永不停歇的循环里生生不息。他说，所谓的死亡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灵魂一次又一次的转换与重生，而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世界，其实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他还留下过2句很美的话。他说，想象力是创造的钥匙。他又说，你的注意力流向哪里，你的能量就流向哪里。在他的教导里，人类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源于一件事，那就是遗忘。他说，我们忘记了自己是永恒的灵魂，于是才会那样地害怕死亡。我们忘记了万物本是一体，于是才会彼此争斗，彼此伤害。他说，恐惧才是地球真正的病根。而他来到这里，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醒人们重新想起自己本来的样子。这套说法后来被他整理成一系列的文字与课程，留给了那些愿意倾听、愿意相信的人。他甚至说过一些更加大胆的话。他说，地球上大约有 5% 的人，灵魂的源头其实来自金星。他还说，历史上的耶稣也与金星有着一段深深的渊源。这些话每一句拿出来，在当年都足以引发轩然大波，也足以让他被牢牢地钉上骗子的标签。把这本书出版出来的人也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他叫温德尔·史蒂文斯，是一位退役的美国空军上校。退休之后，他把余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飞碟与外星接触的研究当中，搜集了世界各地大量的目击案例与接触者证词。正是他在1991年把欧穆内克的这部自传郑重地推上了美国的书架，也把他的名字带到了公众的面前。当然，这一切没有任何证据，没有飞船的残骸，没有金星的照片，没有任何可以拿在手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注定要被嘲笑，被质疑，被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他自己也说过一句很无奈的话。他说，我从不评判任何人，可我却是被评判的最多的那一个。可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拿不出任何证据，被主流彻底无视的女人，她的故事却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涟漪始终没有完全消散。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某个失眠的深夜偶然翻到她的书，又被那6个说法悄悄地攫住了心。没有人能拿出证据证明他说的是真的，可也奇怪，这么多年过去，竟也没有人能把他彻底的忘记。在后来的岁月里，他拖着渐渐老去的身体，在欧洲各地做过不少演讲，向那些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他的金星，他的教导。他始终是接触者圈子里一个安静而坚定的身影。直到2009年，他中风了，从此半边身体瘫痪，他的传奇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一个编故事的骗子通常会把故事编得越玄越好，越讨好听众越好。可欧穆内克却在他的书里，在他的演讲里留下了6个非常具体的说法。这6个说法在当年每一个都像是天方夜谭，像是一个幻想症患者脑海里最瑰丽的泡影。可偏偏就是这6个天方夜谭，在接下来的35年里，一个一个的迎头撞上了人类最前沿的科学。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个预言，金星曾经是一个活着的世界。欧穆内克说，金星并非从来就是地狱。他说，在非常非常久远的过去，金星和今天的地球一样，是一个能孕育生命的美丽星球，有山，有水，有生机。后来才因为一场剧烈的变化，一步一步坠落成了现在这副人间炼狱的模样。在1991年，这句话简直荒唐到了极点。当时所有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金星就是一颗死星，一颗从诞生之初
就被失控的温室效应活活烤焦的星球。一个女人说她曾经适合生命居住，曾经有过湛蓝的海洋，没有人会把这当回事。这听起来就像在说地狱里曾经开满鲜花，岩浆里曾经游过鱼群一样可笑。可是科学的铲子挖着挖着，竟然挖出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美国太空总署底下有一个专门研究气候的研究所，那里的科学家本来是用一套精密的电脑模型来模拟地球的气候变迁，后来他们突发奇想，把这同一套模型反过来去推演金星那遥远到无法想象的过去。他们不是只跑一次，而是调整了一个又一个的参数，跑了好几十次不同的模拟，调整着陆地与海洋的分布，调整着大气的成分，调整着太阳照射的角度。结果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模型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在金星的早期历史上，它很可能拥有一片浅浅的液态水海洋，地表的温度温和宜人，甚至足以让生命安然存在。而最惊人的是，这样一段适宜居住的好时光，竟然可能持续了长达20亿年之久。20亿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地球上的生命，从最初那个微不足道的单细胞，一路演化到今天的万物生灵，飞鸟走兽，山川人烟，也不过用了30多亿年。换句话说，如果金星真的有过20亿年的温和岁月与蔚蓝海洋，那么它就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从容地孕育出属于它自己的生命。科学家还原出的场景是这样的：远古的金星有大片青翠的陆地，有辽阔的蓝色海洋，天上飘着厚厚的云，那些云层恰好像一顶巨大的遮阳伞，为它挡住了过于猛烈的阳光。直到大约7亿年前，一场神秘的灾变降临了。最主流的猜测是，那是一次规模惊人的火山大喷发，把整颗星球的表面从里到外重新覆盖了一遍。从此，海洋开始蒸发，水汽锁住了热量，温室效应像滚雪球一样彻底失控，金星才一步一步万劫不复地坠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炼狱。有科学家忍不住感慨，金星就像是地球的一个双胞胎姐妹，它们在同一片星云里诞生，个头差不多，成分也相近，几乎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是后来，一个成了生机盎然的蓝色摇篮，另一个却变成了密不透风的火炉。同样的开局，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金星那段失落的过去，与其说是一个遥远星球的故事，不如说是一面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沉默的镜子。你发现了吗？这跟欧姆内克说的几乎一模一样。他说金星曾是一个活着的世界，后来因为一场巨变才改变了模样，而科学家算出来的正是一个曾经温和，后来突遭大难的金星。更让人睡不着觉的还在后面。2020年，一组天文学家郑重宣布，他们在金星的云层里探测到了一种叫做磷化氢的气体。在地球上，这种气体几乎总是和微生物的活动紧密地相伴出现。这个消息一出，全世界都轰动了。可是，这个发现也立刻就引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有人重新分析了那批数据，说那根本不是磷化氢，而是仪器的误判，是一场美丽的乌龙。可另一批科学家又用新的观测再一次宣称，他们确实探测到了它的踪迹。就这样，你来我往，争论了一轮又一轮，谁也没能把谁彻底说服。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被这个谜团牢牢地勾住了心。紧接着，在2024年，又有研究团队宣称，他们在金星的云层中疑似探测到了氨气，这又是另一种有可能指向生命存在的信号。这些发现至今仍有巨大的争议，远远没有最终的定论，但它们已经足够让整个科学界重新沸腾了起来。人类甚至为此规划了好几艘全新的探测器，准备在未来一艘接一艘地冲向金星。为什么？因为一个惊人的事实摆在眼前，金星的地表是炼狱没错，可在离地面大约50公里的高空云层里，温度与压力竟然意外地接近地球的表面。那里会不会就是金星生命最后的避难所？当地表的天堂变成炼狱，会不会有什么
逃到了天空之中，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分头准备，要在未来的几年里把全新的探测器送往金星。他们要做的就是一头扎进那片厚厚的云层，去闻一闻那里的空气，去尝一尝那里的成分，去亲手确认那些可疑的气体究竟是不是生命留下的指纹。要知道，发射一艘星际探测器是一件耗资极其巨大的事，人类愿意为了金星砸下这么一大笔钱，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金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问题了。当然，我们必须非常诚实，就在202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组研究者给这个美梦狠狠地泼了一大盆冷水。他们分析了金星大气的化学成分，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金星的内部太干燥了，干燥到它的表面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足够的水来形成海洋。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金星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片不毛之地，从未有过生命的机会。这盆冷水泼得很有分量，它提醒着我们不要因为一个故事太过动听就急着去相信它。科学真正可贵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允许甚至鼓励这样针锋相对的声音同时存在。一边说它曾经温和，一边说它从来干枯，两边都握着实打实的数据，谁也没有撒谎。而真相往往就在这样的拉锯与碰撞里，一点一点的被逼着现出它原本的形状。所以，金星到底有没有过生命？这场争论至今还在科学界激烈的进行着，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无论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已经彻底改变了，那就是今天再也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家敢拍着胸脯斩钉截铁地说，金星绝对不可能有过生命。一个曾经板上钉钉的死星，如今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欧穆内克当年那句被当成疯话的预言，如今竟然堂堂正正地站在了一条被主流科学认真对待的赛道上。第一个预言正在成真，第二个预言，我们其实是星辰的孩子。欧穆内克反反复复地强调一件事，他说，人类这个物种是宇宙性的，并不只属于这颗小小的地球。他说，生命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辽阔得多，它与遥远的星辰之间有着一条割不断的看不见的联系。这话听起来很浪漫，可在科学上，当年的主流看法是很朴素，也很地球中心的。生命诞生于地球早期那一锅温暖的原始浓汤，在闪电的轰击与化学反应的搅拌之下，慢慢的诞生出了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分子。生命是地球土生土长的，这就是写在课本上的标准答案，故事到此结束。可是，这个标准答案正在被一块石头从最深的根基上动摇。这块石头叫做贝努，它是一颗近地小行星，是太阳系诞生之初就遗留下来的原始碎片。46亿年来，它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就像一个被冰封在太空深处的时间胶囊，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太阳系最古老的秘密。为了得到它身上的一点点碎屑，美国太空总署派出了一艘探测器，跨越了好几亿公里的距离，飞了好几年的漫长时间，才终于追上了它。探测器先是绕着这颗小行星仔仔细细地绘制了它表面的每一道沟壑，每一块巨石，寻找着最合适下手的地点。然后在一个让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的瞬间，它缓缓地朝着小行星的表面俯冲下去，伸出机械臂，轻轻地只触碰了那么几秒钟，就抓取了大约120克的岩石与尘土。那一次抓取，样本多到差点塞住了采样舱的盖子，碎石不停地往外飘散。接着，这艘探测器带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宝藏调转船头，又飞了好几年，踏上了漫长的归途。然后在2023年，这艘探测器用一顶降落伞把这份珍贵无比的样本稳稳地送回了地球，落在了美国犹他州的沙漠里。接下来发生的事震惊了整个科学界。科学家把这份来自宇宙深处从未被地球环境污染过的纯净样本
放到显微镜与各种精密仪器之下，一层一层的剖析。他们找到了什么？他们找到了氨基酸，而且不是一两种，是构成地球上所有蛋白质的那20种氨基酸里的整整14种。氨基酸是什么？它就是构成蛋白质的积木，而蛋白质几乎驱动着一个生命体的一切活动，从呼吸到思考到心脏的每一次跳动。这还远远没完，在这块石头里，他们还找到了组成我们遗传物质的全部5种碱基。换句话说，构成我们遗传密码的那些最关键的零件，那些一笔一画书写生命之书的字母，竟然完完整整的静静地躺在一颗46亿年前的小行星上。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氨，还有甲醛，这些全都是合成生命分子的重要原料。一位参与研究的科学家看着眼前的分析结果，忍不住形容，他们找到的是一锅极其复杂的有机分子的浓汤。到了2025年，科学家在更进一步的分析中，又在这块石头上相当有把握地辨认出了第15种氨基酸色氨酸。这是一种此前从未在任何地外物质中被确认过的氨基酸，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件破天荒的事。而到了2026年初，新的研究更进一步揭示，这些生命的积木甚至可能是在冰冷而充满辐射的极端环境里形成的，远比人们原先想象的要顽强得多，也要普遍得多。这意味着孕育生命零件所需要的条件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苛刻，那样稀有，它们也许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在默默地、悄悄地被制造出来。把这些线索全部拼在一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图像浮现了出来，那就是生命的基本原料根本不是地球的专利，它们广泛地散布在整个太阳系里，藏在一颗又一颗冰冷的小行星与彗星当中。而在地球诞生的早期，正是这些天外来客像一个又一个辛勤的播种者，在亿万年的撞击与坠落中，把这些生命的积木一批一批地撒到了年轻的地球上。事实上，科学家在另一颗叫做龙宫的小行星样本里也发现了类似的东西，这就更加说明贝努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外，而是宇宙的一种常态。而这又引出了一个更让人心头一震的推论：如果说生命的原料在宇宙里到处都是，被慷慨地撒得满天满地，那么在那无数颗我们还叫不出名字的遥远星球上，会不会也曾经或者正在上演着和地球一样的故事？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这宇宙里独一无二的奇迹，可这块小小的石头却在轻声地向我们暗示，或许我们只是一场早已写好的剧本里众多角色当中普普通通的一个。你听明白了吗？这意味着组成你我身体的那些最基本的元素与分子，那些构成你的骨骼、你的血肉、你的每一个念头的物质，很可能真的来自天上，来自那些冰冷的在无尽黑暗中独自飞行了数十亿年的石头。想一想这件事，你会觉得既渺小又奇妙。在你端起一杯水，咬下一口面包的时候，你身体里那些最古老的原子或许曾经在某一颗早已熄灭的恒星中心被锻造出来，又搭着一块小行星的便车，跨越了难以想象的距离与时间，才最终落脚成为了你的一部分。我们仰望星空，总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远方，可那一整片星空其实一直就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自己的血液里。欧穆内克说，我们是宇宙性的，我们与星辰相连。在1991年，这只是一句空灵而美丽的禅语，而在今天，科学家正捧着一块来自太空的石头，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真的是星辰的孩子。第二个预言正在成真。第三个预言，少数人将会用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操控所有人。这是欧穆内克的教导里最尖锐也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句话。他说，地球此刻最大的病症就在于它的运作方式被一小撮拥有权力的人所牢牢掌控，他们操纵着也控制着其他所有的人。他说，这样一套旧的世界系统终将走到它的尽头。在1991年，这句话会被归到哪一类阴谋论？人们会说，
这不过是又一个新时代的信徒，对着看不见的权贵在那里愤愤不平，发着牢骚罢了。可是，请你抬起头，看一看35年后的今天，看一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口袋里都揣着一块会发光的萤幕，我们以为是我们在使用它，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到底是我们在滑动它，还是它在牵引着我们。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新闻，每一个影片，每一则贴文，背后都有一套我们看不见的演算法，在默默地计算着什么东西最能抓住你的眼球，什么东西最能让你停不下来，什么东西最能挑动你的情绪，让你又爱又恨，欲罢不能，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恐惧，我们在深夜里偷偷搜寻的每一个字，我们在每一个画面上停留的每一秒，都被悄悄记录下来，变成一串串冰冷的数据，汇入到极少数几家巨型公司的伺服器里。他们比你的家人更了解你，甚至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他们知道如何让你掏钱购买，如何让你愤怒转发，如何让你在不知不觉之间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场，乃至自己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而随着人工智慧的崛起，这条看不见的锁链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巧，越来越无孔不入。如今，机器已经可以生成以假乱真的影像与声音，一句从未说过的话可以被安到任何一个人的嘴里，一个从未发生过的画面可以被制造得天衣无缝，连最亲近的人都分辨不出真假。当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开始模糊，当操控可以做到如此精准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正活在一张看不见的大网里，却还天真的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并不需要一个躲在暗处的坏人来亲自操控，它已经变成了一套自动运转的系统，一套以抓住你的注意力为唯一目标的机器。你的时间，你的目光，你的每一次心动与愤怒，本身就是被买卖的商品。在这套系统里，你以为自己是顾客，可实际上被摆上货架，被明码标价的，恰恰就是你自己。欧姆内克说的那条看不见的锁链，或许从来就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紧紧握在手里的，它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编织出来，又心甘情愿一起带上去的。更微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眼前看到的世界已经悄悄地变得不一样了。你滑到的内容和你邻居滑到的内容可能截然相反。久而久之，每个人都被温柔地关进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小房间，房间里播放的全是自己爱听的话，全是让自己更生气或者更安心的东西。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整个世界，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那套演算法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那一小角球。当千千万万的人活在千千万万个彼此隔绝的房间里，所谓的共识，所谓的真相，就变得越来越难以拼凑起来了。我必须在这里说明清楚，这第三个预言并不像前面两个那样有冰冷的科学数据可以直接拿来证明，它更多的是一种对时代脉搏的观察与诠释。欧姆内克当年并没有预言出演算法或者人工智慧这些具体的东西，但是他所描述的那种结构，那种由极少数人通过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去影响与牵动亿万人心智的图景，却和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资讯时代吻合得令人不安。也许这正是这个预言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因为他说的根本不是金星，而是我们自己亲手建造并且一头钻了进去再也出不来的这个世界。第三个预言正在以一种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方式成真。第四个预言，那隐藏的非人接触终将被迫公开。欧姆内克说，地球从来就不孤单。他说，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来自其他世界的智慧生命在默默地观察着地球的一举一动，而他坚信总有一天这种接触会浮出水面，真相会被公开在所有人的眼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谁要是敢公开谈论这种事，谁就会被结结实实地贴上一个标签，幻想者或者戴锡箔帽的疯子。这是严肃的人绝对不会去碰的话题，是一个会瞬间毁掉一个人整个声誉与事业的禁区。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年里，这道禁区的大门竟然被人
从里面一脚踹开了。2023年，一件震动世界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名叫大卫·格鲁什的男人走进了美国国会的听证席。他不是什么民间的飞碟爱好者，他曾经是美国空军与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曾经是五角大厦相关专案小组的成员，是一个真正在体制内部待过的人。在庄严的举手宣誓之后，他向在座的国会议员们作证。他说，根据他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所掌握的讯息，美国政府藏着一个长达数十年的秘密计划，专门在回收并且逆向研究那些非人类来源的飞行器。而最让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接下来说的话。他说，在这些被回收的残骸旁边发现了非人类的生物遗骸。话音一落，五角大厦随即出面否认了这些指控，说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证实这些说法的证据。可是这颗巨石已经被狠狠地投进了那片看似平静的水面，激起的涟漪再也无法平息。到了2025年，美国国会再一次就这个主题召开了听证会。这一次又有好几位退役的军人鼓起勇气站了出来，分享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那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遭遇。他们描述了在执勤时于天空中亲眼看到的行为极其诡异的发光球体与飞行物。在一段被公开拿出来讨论的画面里，一枚飞弹击中了一个不明飞行物，然后那个飞行物竟然毫发无伤，继续沿着它原来的轨迹若无其事地向前飞行。在场的人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东西公众不被允许看到？这背后到底还藏着什么？不仅如此，国会里还在推动着一项法案，要求政府解密所有与这些不明现象相关的档案，并且把它们公开放到网络上，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亲自查阅。一句曾经只属于社会边缘群体的口号，公开揭露真相，如今竟然被一本正经地写进了美国的立法议程里。而这股要求透明化的压力，到了2026年依然在持续不断地升温，从未停歇。请注意，这里并没有任何官方的盖章认证，说外星人真的来过地球。争议与否认依然存在，怀疑的声音也从未消失。但是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那就是这个话题已经从一个会让人身败名裂的禁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堂堂正正在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里被反复认真讨论的议题。更重要的是，站出来的已经不再是一两个孤单的声音，一个又一个曾经身居要职的人，一位又一位在军队里服役过的老兵，前赴后继地走到聚光灯下，赌上自己半生的名誉，说出他们亲眼所见的东西。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当这样的证词越积越厚，那道曾经牢不可破的沉默之墙就再也捂不住了。一件事情从只有疯子才敢谈起，到连最严肃的政治家都不得不正视，这中间隔着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距离。欧姆内克当年站在演讲台上说，这种接触终将被公开。35年后，公开这两个字正一次又一次的在国会的麦克风前被人郑重的大声说出。第4个预言正在成真。说完了4个正在成真的预言，接下来的这2个方向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前面4个是科学在替他背书，那么后面这2个科学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回答。请你坐稳了，因为一个诚实的故事不能只讲对的那一半，更不能为了惊悚而藏起真相的另一面。第5个预言，地球将会扬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这是欧姆内克整套教导的核心，也是他最终的归宿。他称之为一场伟大的转变。他说，地球正在提升它的振动频率，正在向一个更高的维度缓缓跃升。他说，在未来，地球将会服务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旧的世界会彻底结束，而一个全新的实相将会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展开。这个说法听起来宏大而美丽，充满了希望。难怪许多新时代的信仰都不约而同地共享着这样一个关于扬升的甜美梦想。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到科学那架冷冰冰的天平上，问题立刻就来了。
什么叫做维度的跃升？什么叫做振动频率的提升？这些词汇听起来很科学，借用了物理学的外衣。可是，一旦你想要真正的去测量它，你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没有任何一台仪器可以测出一颗星球的灵性频率，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可以验证地球是否正在迈向另一个维度。它无法被观测，无法被计算，也无法被推翻。它就像空气一样，你能感觉到，却怎么也抓不住。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预言成了一块最特殊的试金石。它不像前面那几个，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它稳稳地待在信仰的那一边，待在一个科学的手永远也够不到的地方。你信，它就是真的；你不信，它就什么也不是。它的真假从来就不取决于任何一台仪器，而只取决于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份选择。而这正是它和前面4个预言最根本的区别。金星有没有过海洋，可以用模型去推演；石头里有没有氨基酸，可以用仪器去检测；国会有没有开过听证会，白纸黑字，有据可查。可是地球的扬升却飘在一个科学完全无法触及的角落里。我们不能说它一定是假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检验一个本身就无法检验的东西。但是同样的，我们也绝对不能说它正在成真，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证据能够告诉我们，这场所谓的伟大转变真的在发生。所以，对于第5个预言，我们只能诚实地说，它依然只是一个信念，一场美丽的梦。它或许能在深夜里安慰那些疲惫的人心，却只能站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迟迟无法进来。它尚未成真，而且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它究竟是真是假。第6个预言，月亮是人类心智失衡的根源。这是欧穆内克的说法里相当奇特的一个。他说，地球之所以充满了动荡与不安，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那就是它头顶上那唯一的一颗月亮。他说，月亮在天上运行的时候，会对地球上的人们施加一种此消彼长、来来回回的影响，悄悄地搅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这个说法其实骚到了人类一个很古老的痒处。从远古时代起，无数的文化与传说就把满月和疯狂、失眠、躁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古老的语言里，疯狂这个词本身就和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连今天还有非常多的人深信，每当满月的夜晚，医院会更忙，急诊会更多，人会更睡不着，情绪也会变得更不稳定。听起来似乎还挺有道理的，对不对？可是这一次，科学给出了一个相当干脆利落的答案。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学家决定要彻彻底底地查一查这件事。他们不是只看几十个人就草草了事，而是分析了超过1200位志愿者，总共2000多个夜晚的详细睡眠数据。除此之外，他们还特意翻出了大量过去那些从来没有被正式发表过的研究结果，把总共超过2万个夜晚的睡眠记录全部加在一起，重新计算了一遍。这是一个规模庞大到几乎不可能出错的调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们找不到。他们明确的、毫不含糊地说，在人类的睡眠与月亮的圆缺盈亏之间找不到任何具有统计意义的关联。月亮并没有让我们睡得更差，也没有让我们变得更疯。那为什么过去总有一些研究声称发现了月亮的影响呢？科学家给出的解释非常有意思。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偏差所造成的假象。当一个研究碰巧发现了月亮的影响，它就很容易被发表出来，被报道出来，引人注目，被大家兴奋地转来转去。可是当无数个研究发现月亮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的时候，这些平淡无奇的结果就被默默地塞进了抽屉的最深处，无人问津，也无人提起。于是我们听到的永远是那些声称有影响的少数声音，久而久之便误以为月亮真的在背后操控着我们。说到底，所谓的满月使人疯狂，更像是我们的大脑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小把戏。当满月的夜晚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会特别的记住它，
并且把它一股脑地归咎于那轮明晃晃的月亮。可是当一个平凡无奇的夜晚同样发生了怪事，我们却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不会去怪任何人。我们的记忆悄悄地替月亮编造了一个他根本不曾犯下的罪名。所以对于第6个预言，科学的态度比对第5个还要明确。目前规模最大也最严谨的研究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月亮并不会搅动我们的心智。这个预言不仅没有成真，反而被科学的证据轻轻地否定了。好啦，6个预言我们一个一个地全部看完了，让我们把它们重新排在一起。金星曾是一个活着的世界，正在成真。我们是星辰的孩子，正在成真。少数人用看不见的锁链操控众生，正在成真。隐藏的非人接触终将被迫公开，正在成真。而地球将扬升到更高的维度，尚未成真。月亮是人类失衡的根源，被科学否定。6个里面有4个正在以各自的方式与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发现遥相呼应。当你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确实会让人脊背发凉。一个在1991年被当成疯子的女人，怎么会说中这么多？难道她真的去过金星？我知道，看到这里，你的心里可能已经开始发毛了。一个没读过多少书，被所有人当成笑话的女人，怎么可能在30多年前就把今天的科学头条一条一条的提前说了出来？这种巧合未免也太吓人了。如果你此刻正有这种感觉，那很正常，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逼着自己冷静下来，把激动先放在一边。但是作为一个认真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狠狠地踩一脚刹车，然后冷静地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些预言真的有那么神吗？让我们仔细地想一想，生命来自宇宙，星球的环境会发生变迁，权力会慢慢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类渴望与其他文明接触。这些主题难道是欧穆内克第一个想到的吗？并不是。早在1991年之前，金星曾经比现在温和许多的这个猜想就已经在科学界悄悄流传了好几十年。生命的种子可能来自天外的这个想法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它在科幻小说与科学论文里反复出现过。换句话说，这些看似惊人的预言，其实很多都早已飘在当时的时代空气里，根本不需要来自金星才能说得出来。一个敏锐的人，只要博览群书，用心倾听，就足以捕捉到这些正在酝酿的念头。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玩一个悄悄挑选的游戏？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寻找规律，喜欢把命中的部分拼命放大，把落空的部分悄悄忽略。当我们看到4个说中了，我们会兴奋地大喊，太神了，太准了。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悄悄地把那些模糊的、说不清的、根本无法对应的部分轻轻地跳了过去？要知道，一个足够模糊的预言，总能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找到一些看起来刚好吻合的现实，这是人心最容易也最乐意掉进去的陷阱。心理学上早就反复验证过这件事，你只要给一个人一段足够笼统的描述，比如你的内心深处其实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不安，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频频点头，觉得这说的简直就是自己。预言之所以灵验，往往不是因为他说的有多准，而恰恰是因为他说的刚好足够模糊，模糊到无论未来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大脑总能自动地替他找到一个对得上的解释。说到底，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验证一个预言，我们是在亲手帮那个预言圆上它的谎。第3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这一切能证明它真的来自金星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欧穆内克从来没有给出过一个真正精准的、带着具体日期的、只有外星人才可能事先知道的预言。他没有说出哪一年会发生哪一件具体的事，没有说出哪一场灾难会在哪一天降临。他说的全都是一些宏大的、方向性的判断，而这些判断
恰好与后来的科学发现吻合。这更可能说明的是，他敏锐地抓住了人类思想当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母题，而不是说他真的握有来自另一颗星球的秘密。所以到这里，理性的结论其实已经很清楚了。那4个预言的成真是一种迷人的巧合，是时代思潮与科学进展的一次美丽的共振，而不是外星接触的铁证。可是故事如果只讲到这里，又似乎少了那么一点点什么。因为还有一个问题，理性始终回答不了，那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这6件事会如此顽固的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视野里？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总是忍不住去想象生命来自遥远的星辰，总是隐隐的恐惧，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操控着我们，总是热切地渴望着我们在这浩瀚到令人发晕的宇宙中并不孤单，又总是模糊地感觉到这个世界似乎正站在某种巨大转变的门槛之上。也许欧穆内克的这6个预言真正映照出的根本就不是金星，而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内心。它照出了我们对宇宙归属感的那份深深的渴望，照出了我们对失去自由的那份隐隐的恐惧，也照出了我们在这片冰冷的宇宙里不甘心孤独的那份固执的温热的希望。你看，我们害怕自己是渺小的，是偶然的，是这宇宙里一个无足轻重的意外，所以我们多么希望自己是星辰的孩子，是被精心安排才来到这里的，是某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也害怕自己活得不明不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来搡去，所以我们既恐惧那条锁链，又隐隐地期待着有一天能有什么力量把所有的真相彻底地掀开。欧穆内克的6个预言之所以能在35年后还让我们心头一颤，靠的从来就不是金星，而是它精准地戳中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那几根最敏感也最柔软的弦。那个自称来自金星的女人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去过金星，但是她说出的那些话却像一面奇异的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一个地球人心底最深处的那些梦与那些不安。她或许不是金星的使者，但她却意外地成了我们人类自己的一个诚实的记录者。从这个角度看，她到底有没有来过金星，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她像一个信使，替我们把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敢大声说出口的渴望与害怕，端端正正地摆到了桌面上，逼着我们去正视它们。35年过去了，金星依然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的天空中静静地、明亮地闪烁着。它到底藏着怎样的过去，我们还在苦苦地追寻。而那6个预言，4个正在成真，2个依然如谜。至于那个最大的问号，这一切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荧幕前的你自己去思考，去回答吧。你相信吗？又或者说，你愿意相信吗？欢迎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你心里的那个答案。这位美国牧师再一次坐在镜头前，神情凝重地说出了他最新领受的意象。这一次，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美国本土，而是越过了浩瀚的大洋，落在了3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意大利、台湾、韩国。当这3个名字被同时放进同一段警告，当仿佛有一口无形的钟，同时在地中海的火山口，在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在隔着一道铁丝网的朝鲜半岛敲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同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要变天了？说来也巧，2026年的这个夏天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心神不宁的季节。打开新闻，地震、洪水、冲突、警报，这些字眼几乎天天轮流登上头条。有人在台风与暴雨里失去了家园，有人在边境的硝烟里盼着一封报平安的讯息。就是在这样一个本就风声鹤唳的时刻，布兰登的这段预言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天之内传遍整个华语世界，并不只是因为他耸动，而是因为他说中了许多人心底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我们是不是正站在某个巨大转折的门槛上？
事实上，正是因为这2年的世界越来越像他口中描述的那个样子，布兰登的名字才会被一次次的重新翻出来讨论。地球的板块仿佛集体躁动了起来，环太平洋的那一圈火山地震带，这里刚传出强震，那里又冒出火山的浓烟，警报声此起彼落。与此同时，几个大国之间的角力越绷越紧，贸易的壁垒越筑越高，极端的天气一年比一年凶猛。当这些原本只在预言里才听得到的字眼，一个接一个的变成了我们手机推播上的真实新闻，那种似曾相识的含义就会悄悄爬上很多人的心头。我们当然不能说这就是预言应验的铁证，可这种现实与预言之间若有似无的呼应，确实让人很难完全无动于衷。也正因为如此，他在6月19日说的每一句话才会被人们掰开了、揉碎了，反复的咀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弄清楚布兰登到底是谁，他凭什么让这么多人愿意停下手边的事，认真听他说那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画面。在2024年之前，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牧师，没有100万粉丝，没有耀眼头衔，讲道的影片底下常常只有寥寥几个赞。他自己后来回忆，那段日子他甚至常常一个人坐着掉眼泪，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人在乎，觉得压力大到快要撑不住。然而就在那一年的3月，他上传了一段影片，说他在祷告中看见一个画面，有人试图暗杀当时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一颗子弹从川普的耳边飞过，近到几乎擦破他的耳膜，而川普在那一刻没有倒下，反而跪了下来，开始敬拜，从此彻底重生。这段话在当时听起来像是又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噱头，毕竟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有人宣称自己看见了未来，绝大多数最后都被证明是空话。可是我们都记得2024年7月宾州的那场造势晚会上，枪声真的响了，子弹真的擦过了川普的耳朵，鲜血染红了他的脸颊，而他握拳高举的画面在几个小时之内传遍了全世界。那一刻，无数看过布兰登影片的人脊背发凉，他们翻出那段3月的旧影片反复比对，发现预言里的子弹、耳朵、下跪，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对得上。一个原本眉眉无闻的牧师，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事情还没有结束，布兰登紧接着又说，川普会浴火重生，会像一个彻底改变的人那样重新赢得总统大选。在当时，这个说法同样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结果到了2025年1月，川普果然站上了就职台，举起右手宣誓，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一次预言准了，或许是巧合，可是当一连串的预言接二连三的应验，当子弹重生、当选这些画面一个接一个从意象走进现实，质疑的声音开始动摇了。人们不得不认真面对一个问题，这个人会不会真的看见了某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但真正让我们台湾人坐直身子的是他关于经济的另一个预言。布兰登曾经警告，川普回到白宫之后会亲手点燃一场金融风暴，一场规模甚至超过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风暴。他说他看见美国的金融体系就像一座叠得高高的积木塔，一块一块被人抽走，看似完好的塔身，其实中间只剩下最后一块在勉强支撑。那一块一旦倒下，整座塔会在瞬间崩塌，华尔街陷入疯狂的恐慌抛售。而这场风暴的火星落点之一，竟然就在我们的岛上。2025年4月，川普挥舞关税大棒，对多个国家课征惩罚性关税，台湾被狠狠课了 32% 的重税，电子、资通讯、机械与零组件这些被我们称为护国神山的产业，全都首当其冲。当这个数字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新闻跑马灯上时，许多原本嗤之以鼻的人沉默了。一个远在美国的牧师怎么会精准地说中我们这座小岛会被点名？在继续往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把布兰登这2年的版图看得更全一些，因为他抛出的惊人画面远远不止川普和关税这几桩。他曾经反复预警，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将会席卷全球，大地会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烈摇晃的筛子一样剧烈颤动，许多我们熟悉的城市轮廓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变得面目全非。他也描述过一个格外诡异的景象，
天空在某一刻忽然暗了下来，太阳仿佛被一块巨大的黑布蒙住，而海里的鱼诚意上照地翻着白肚浮上水面，仿佛整个自然界都在发出一声无声的哀鸣。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甚至说，在这一连串的崩塌与动荡之中，也会有一批崭新的千万富翁悄然兴起，因为每一次旧秩序的瓦解，对某些人来说是灭顶之灾，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改写命运的契机。这些画面有的骇人，有的费解，有的甚至带着一丝希望的微光，而支撑着这一切的是布兰登一个很不一样的姿态。他始终强调自己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那些画面也不是他主动求来的，而是在最平凡的时刻，比如在超市排队，在客厅祷告时忽然被打开的。他说过，自己为这条路承受了许多旁人看不见的攻击与委屈，有很多个夜晚，他独自坐着流泪，觉得压力大到快要喘不过气。可也正是这种不为自己邀功，不刻意制造神秘感的真诚，让许多原本半信半疑的人慢慢愿意坐下来，认真听他把话说完。所以当2026年6月，他郑重地把目光投向意大利、台湾、韩国这3个地方时，没有多少人敢轻易地把这段话当成耳边一阵风。当然，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质疑的声音，我们也从来不主张盲目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只字片语。有不少评论家和研究者指出，布兰登的预言之所以看起来那么准，靠的其实是一套精心设计的技巧。第一种叫做模糊性法则，把话说得足够宽泛，足够有弹性，无论最后发生什么，总能找到一个对得上的解释。一个大经济体会出问题，某地的火山会喷发，会有一场新的瘟疫，这样的话几乎放在任何一年都不会完全落空。第二种叫做资讯拼接，把一些真实的数据和新闻跟一些没有根据的推测搅在一起，编织成一段听起来很可信的叙事。当人们看见其中一部分对上了，就倾向于相信整段话都是真的。这些批评有没有道理？当然有，而且非常值得我们放在心上。可是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正因为有了这些批评与争论，布兰登这个名字反而被讨论得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对待。他在2026年6月对意大利、台湾、韩国发出的这3道警告，那么撇开信与不信，他到底声称自己看见了什么？要走进他的意象，我们得先听他描述一个画面，那是更早之前的一次祷告。布兰登说，他忽然被带到了纽约的时代广场。我们都知道时代广场是什么样子，霓虹闪烁，广告牌昼夜不息，人潮永远摩肩接踵，是这颗星球上最热闹的角落之一。可是在他的意象里，整条街空空荡荡，偌大的广场上只剩下2-3个孤零零的人影，天上挂着一轮巨大的月亮，那月亮不是圆的，缺了一角，刚刚从地平线升起，几片雪花稀稀落落地飘下来，安静得让人发毛。就在这时，一辆没有马拉的吉普赛马车朝着他疾驰而来，车身是鲜艳的火红色，挂着流苏与布帘，古老而神秘，摇摇晃晃几乎要散架。车里一盏老旧的油灯来回摆动，灯光忽明忽暗，画面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一辆没有马却在狂奔的马车，一座没有人却依旧灯火通明的城市，一轮缺了角的月亮。布兰登把这样的画面理解为一种隐喻，一个失去了驾驭者，正在失控狂奔的世界，没有人掌舵，却速度飞快，随时可能翻覆。在他看来，2026年6月19日的这段最新预言，正是那辆失控马车即将翻覆前，车轮发出的最后几声吱呀。让我们顺着他的目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看下去。先说意大利，在布兰登反复提到的意象里，有一条贯穿全球的火山带被一次次点名。他说，神指示他要特别留意几个地方的火山，美国的阿拉斯加、加拿大、日本，还有意大利，以及深藏在各大洋底下的那些火山口。为什么偏偏是意大利？熟悉地理的朋友会立刻想到那不勒斯湾旁的维苏威火山，西元79年的那一次爆发，曾经在几个小时之内把整座庞贝古城连同数千条生命封进了滚烫的火山灰里。再往南，西西里岛上的埃特纳火山至今仍是欧洲最活跃的活火山。
动不动就喷出橘红色的岩浆。而最让地质学家睡不安稳的是那不勒斯城底下那片被称为坎皮弗莱格瑞的破火山口，它是一座货真价实的超级火山，地底的岩浆房一旦真正苏醒，影响的就不只是意大利，而是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气候。意大利的脚下本就埋着欧洲最不安分的地火。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坎皮弗莱格瑞的土地这些年其实一直都不太平静，当地的地面在缓慢的一股一股的向上隆起，小规模的地震一阵接着一阵，住在附近的居民半夜常常在轻微的摇晃中惊醒，地质学家们也一次又一次地发出监测与警告。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布兰登的火山意象听起来就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反而像是给一个本就紧绷的伤口又添了一分隐隐的痛。而真正让人放不下心的，其实还不只是岩浆与火光本身。我们都知道，一场规模够大的火山爆发会把海量的火山灰与微小的颗粒抛进高高的天空，像一层厚厚的灰纱遮蔽住阳光，让全球的气温在很短的时间内骤然下降，农作物大面积欠收。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只发生过一次，一座火山在某个角落的怒吼换来的常常是地球另一端千里之外的饥荒与一个格外漫长的寒冬。布兰登说，他看见的还不只是一座火山的苏醒，而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从地中海一路串联到太平洋，仿佛整个地球的胸膛在同一时间开始剧烈起伏。他甚至具体描述，有一座宽达 1.6 公里的火山口会张开大嘴，而远在东方的日本富士山会因为一次规模惊人的喷发失去山顶那顶戴了千百年的雪帽。富士山在日本人心中几乎是国家的象征，是安定与永恒的化身。一座连富士山都要为之颤动的火山风暴，光是想象就让人不寒而栗。如果这些画面只是各自孤立的灾难，或许还不那么可怕，可布兰登偏偏把它们和另一个更诡异的意象连在了一起。他说，他看见美国的土地上从南方的纽奥良一路向北铺到加拿大，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色的胶状的物质，很可能就是漫天飘落的火山灰。整个北美的天空被遮蔽，阳光暗淡无光，交通停摆，社会陷入混乱，人们连门都出不了。请大家记住这个画面，因为它是理解整段预言的关键钥匙。在布兰登的剧本里，正是在这片灰色的混乱让西方世界自顾不暇的时候，地球另一端的另一场危机才悄悄拉开了序幕。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地方，台湾。关于台湾，布兰登的话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都无法轻松。他说，他在意象中看见，当美国被那片从纽奥良蔓延到加拿大的灰色物质彻底拖住，当整个西方世界的注意力都被自己脚下的灾难牢牢牵走时，海峡对岸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空隙，对台湾发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他形容那场行动的两个特征，第一是直接针对最高层的领导，第二是过程中遇到的抵抗极小，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拦阻。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他一再强调神不允许他在到处宣告何时何地，但他反复描述的是那种前所未有的急迫感，那种山雨欲来，连空气都变得粘稠的窒息。为什么海峡对岸会盯上一个所谓的领导层空隙？又为什么布兰登会特别强调抵抗极小？这背后其实藏着许多人心照不宣的战略算盘。我们脚下这座岛握着全世界最尖端的晶片产能，这片小小的土地几乎是整个地球科技命脉的咽喉所在，从手机到汽车，从人工智慧到国防系统，背后都少不了这里制造的那一枚枚指甲盖大小的晶片。任何一个想要改写世界版图的力量都不可能对这里视而不见。所谓直接针对领导层，在军事的语言里讲的往往是一种斩首式的突袭，企图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一个社会失去他的指挥中枢，瞬间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布兰登说他看见抵抗极小，这短短4个字听在我们每一个台湾人耳里都格外刺痛。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想，它其实也像是一记响亮的敲在我们心口上的警钟。它在提醒我们，一座岛能不能在风浪里站得住脚，真正的关键从来都不在某一段预言的字句里，而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
平日里是不是够团结，够警觉，是不是把该做的准备一点一滴的做足？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样的预言？说实话，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样的画面任谁听了心里都会沉甸甸的。但是请大家不要急着关掉影片，因为布兰登的意象里其实还藏着另外半个画面，一个常常被人忽略却格外动人的画面。他说，他曾经清清楚楚地看见台湾人一大群一大群地在祈祷，而就在他们低头祈祷的时候，一轮太阳从海平面上缓缓地升起，却无比坚定地升起。黑暗并没有吞掉这座岛，反而是光一寸一寸地漫了上来，铺满了整片海面。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太阳从海上升起的画面和好几位其他预言家对台湾未来的描述竟然不谋而合，仿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望见了同一个黎明。也就是说，在布兰登的剧本里，台湾固然会走过一段极其凶险的隘口，会经历一段让人喘不过气的黑夜，但这座岛的故事并不是以沉默收尾，而是以一场天亮作结。危机与盼望，恐惧与光明，在同一个意象里并肩站着。在我们急着替这座岛的命运忧心忡忡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角度，值得我们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风格迥异的预言者在描述台湾时都不约而同地用上了祈祷、日出、光这一类充满盼望的词？这背后或许藏着一种对这座岛屿独特气质的隐约感知。这是一片不大的土地，却挤满了太多坚韧而善良的灵魂。这里的人们经历过数不清的风雨、台风、地震、外来的压力，一次又一次。可每一次跌倒，他们总是默默地拍拍身上的灰尘，咬着牙又站了起来，继续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也许正是这股藏在市井烟火气里的韧性，这份在巷口的早餐店，在庙城的人生，在你来我往的善意里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力量，才是这座岛真正最厚实的底气。预言可以描绘出最凶险的隘口，但能不能平安走过去，最终靠的从来都不是天上的征兆，而是地上这一群愿意彼此扶持，谁也不肯轻言放弃的人。那么第三个地方，韩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道把朝鲜半岛硬生生切成两半的铁丝网以北的那片土地。布兰登在更早的新年预言里就提过，他看见朝鲜会被解放，那片被封闭了数十年，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土地会迎来一道从天而降的光。他把这件事和一个更宏大的主题绑在了一起，那就是共产铁幕的崩塌。在他关于那个东方大国的意象里，他曾经用一句话让无数人震动。他说，他们是在玩火。他看见一道沉重的锈蚀斑斑的铁幕，正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缓缓的、不可阻挡的推倒。而朝鲜半岛上那道全世界最森严的边界，在他的画面里，正是这道铁幕开始松动时最先裂开的那一道缝。熟悉历史的朋友听到这里或许会想起另一个画面，30多年前，当柏林围墙在一夜之间被人们的双手推倒时，整个东欧的旧秩序也跟着骨牌一样，一块接着一块地倒下。没有人在事前真正相信那会发生，可它就是发生了。布兰登所描述的似乎正是这样一种骨牌效应，一道墙的倒塌会引发一连串连锁的崩解。对于长期关注东亚局势的我们来说，朝鲜半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着整个地区的神经。一个被封闭了这么久的地方，如果真的迎来他口中那道光，那将不只是一国的巨变，而是整个东北亚格局的重新洗牌。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那片土地这数十年来的模样。一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国度，人民常年在极为严密的管控下生活，饥荒的阴影曾经一次又一次的笼罩无数普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成了奢望。而那枚悬在所有人头顶的核子阴云，更是让整个东北亚乃至于整个世界都不得不时时绷紧神经。对于我们，对于日本与南韩、朝鲜半岛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没有人能够真正置身事外。布兰登口中那道从天而降的光，那场他所说的解放，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到来，意味着的将是无数被高墙围困了太久的普通人命运的彻底翻转，
是一整个民族重新走进久违的阳光底下。当然，我们也必须诚实地说，这样的巨变绝不会是轻松惬意的。旧秩序崩塌的那一瞬间，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阵痛、混乱以及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可是回望人类这一路走来的历史，它一次又一次的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这世上没有任何一道墙能够永远的把人心、把对自由的渴望牢牢的关在里面。现在，让我们退后一步，把这3个地方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构。意大利代表的是天灾，是大地本身压抑已久的怒吼；台湾代表的是地缘的火药桶，是大国博弈最尖锐、最敏感的那一根针；而韩国，或者说整个朝鲜半岛，代表的是一个旧秩序的松动与崩解，天灾、人祸、旧世界的瓦解。3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在布兰登的意象里竟被拧成了同一条绳，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2026。这也正是为什么这段6月19日的预言会在短短几天之内被这么多人转发、讨论，乃至于辗转难眠。它不再是某一个遥远国家的故事，而是一张把我们所有人都圈了进去的网。如果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想，会发现布兰登挑中的这3个地方恰好踩在了当今世界3条最敏感的断层线上。意大利所在的地中海自古就是文明交汇与碰撞的十字路口，是欧洲这艘大船的软肋之一。台湾所处的位置是西太平洋第一岛链最关键的那一环，是2大力量对峙时谁也不肯松手的咽喉。而朝鲜半岛则是上个世纪冷战留下的最后一道没有愈合的伤疤，是旧时代意识形态对抗的活化石。一个是大地的断层，一个是地缘的断层，一个是历史的断层。布兰登或许未必懂得这些复杂的地缘政治，可他的意象偏偏精准地落在了这3个点上，这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当一个世界的多条断层线同时开始震动，那往往意味着一次足以重塑整个格局的大地震正在地底深处悄悄酝酿。而把这一切串联起来的核心引擎，在布兰登口中始终是那场金融海啸。让我们再回到那座叠叠乐积木塔。布兰登说，当塔崩塌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恐慌，华尔街在疯狂抛售，人们争先恐后的卖出，卖出，再卖出，场面乱成一团。他特别强调，那种崩塌不是缓缓的下滑，不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衰退，而是一瞬间的塌方。前一秒看起来还好端端的，下一秒就什么都没了。关注金融市场的朋友或许还记得，过去这2年，全球股市好几次在某个星期一突然暴跌，每一次都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恶名昭彰的黑色星期一。布兰登说，那些剧烈的震荡不过是塔身发出的吱呀声，是地震前的几声闷响，真正的崩塌还在后头。那么，这座积木塔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布兰登并没有用太多艰深的术语，但他描绘的那种一抽一塌的画面，恰恰戳中了许多人心底的隐忧。我们所熟悉的这套全球金融体系，建立在一个巨大而微妙的信任之上。人们相信手里的纸币有价值，相信银行里的数字安全，相信明天的市场会和今天一样运转。可一旦这份信任出现裂缝，恐慌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今天还排队抢着买进的人，明天就可能挤破头地想要卖出。布兰登反复强调的正是这种信心崩塌的速度，它不是缓缓流失的沙漏，而是堤坝决口的刹那。他描述的那种场景，所有人都在抛售，所有人都想抢在别人之前抽身，本身就是一种会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越是恐慌，就越是抛售，越是抛售，价格就跌得越凶，价格跌得越凶，就引来更深的恐慌。布兰登想说的，或许不是要我们去预测哪一天股市会跌，而是要我们明白一件更根本的事，把全部的安全感都压在那座看不见地基的高塔上，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格外谨慎的事。也许有人会说，那是美国的事，华尔街崩不崩，跟我们隔着一个太平洋有什么关系呢？可惜的是，在今天这个紧紧绑在一起的世界里，没有谁能真正独善其身。美国的金融市场一旦剧烈震荡，冲击波会在几个小时之内传遍全球。我们手里的股票、基金，乃至于整个出口导向的经济，都会跟着一起摇晃。
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岛屿，全球的景气只要打一个喷嚏，我们这里就可能跟着重感冒，订单会减少，汇率会波动，物价会浮动，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会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上的压力。所以布兰登关于金融风暴的警告，对我们而言，从来都不只是一则遥远的异国新闻，而是一个提醒我们及早审视自己财务体制，别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贴身的叮咛。更让人不安的是，布兰登认为美国真正的危险从来都不是来自外面。他在2025年底的一档节目里说，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急迫，他形容那种威胁的严重程度堪比当年的珍珠港事件。但他话锋一转，说这一次的敌人不会大张旗鼓地从正面打过来。他借用了一个老电影里的意象，一场红色的黎明，讲的是一股势力像特洛伊木马一样悄悄潜入一个国家的内部，像慢性毒药一般，一点一点地腐蚀它的根基，瓦解它的人心。他说，一个强大的国家几乎不可能被外力从正面击垮，但如果敌人选择从内部下手，从文化、从思想、从信任一寸一寸的侵蚀，那么结局就会完全不同。这番话把他所有关于战争、火山、瘟疫的零散画面串成了一个更大的关于一个秩序如何从内部崩解的叙事。说到瘟疫，这是布兰登另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预言。他说，有一次他在超市买东西，神忽然打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一场可怕的大瘟疫。那场瘟疫的恐怖程度，他用了一个我们都听过的比喻，像14世纪横扫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那场夺走了欧洲1/3人口的大灾难。他甚至给出了一个骇人的数字，全球可能有将近3.5亿人会在这场瘟疫中离世。他说，能在这场风暴中活下来的人，是那些从本质上真正改变了自己的人，而如果非要等到瘟疫来了才想起改变，那就为时已晚。除此之外，他还提到，神曾经指示他，在波兰的华沙附近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武器，那武器不是核弹，威力却丝毫不亚于核爆，它会融化人的身体，却偏偏不会损坏任何建筑，影响的半径大约是80公里。这些画面拼凑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让人不忍直视的末日图景。关于这场大瘟疫，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留意。布兰登说，能在风暴中幸存下来的，是那些从本质上真正改变了自己的人。乍听之下，这像是一句宗教式的劝诫，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更广的层面去想，它其实点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相。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能不能撑过去，往往不只取决于外在的条件，更取决于内在的状态，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健康的身体、清醒的头脑、稳定的情绪，以及在危难中还愿意拉别人一把的那份心。而那种出现在波兰华沙附近，会融化身体却不损坏建筑的武器，无论它在科学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意象本身就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隐喻，一种只针对人却刻意保全冰冷之物的残酷。它仿佛在提醒我们，当技术走到某个失控的边缘，最珍贵的生命反而可能成了最先被牺牲的代价。如果只有布兰登一个人这么说，我们大可以把它当成一家之言，听过就算了。可是真正让很多人在意的是另一件事。近2年，当人们把几位风格迥异的预言者放在一起对照时，赫然发现他们的指针竟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印度那位年纪轻轻的少年阿南德，英国那位谈吐沉稳的帕克，还有美国这位牧师布兰登，这3个人成长背景天差地远，所用的方法更是南辕北辙。一个靠的是古老的占星推算，一个靠的是通灵与感应，一个靠的是祷告中的意象。照理说，他们应该各说各话才对。可是当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2026年，谈到那个东方大国的命运时，他们的描述却出现了惊人的重叠、动荡、分裂，旧体制由内而外的松动。3套互不相干的系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人沉思良久。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是，这3位预言者在谈到那个东方大国时，反复出现的是同一组关键词：分裂与松动。有人看见的是版图的裂痕，有人感应到的是内部的离心，有人在意象里望见的是一道沉重铁幕的缓缓倾倒。对
对于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海峡对岸的一举一动格外敏感的人来说，这样的描述自然格外牵动神经。一个庞大体系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像投进湖面的石子，激起一圈又一圈扩散到整个地区的涟漪。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它描绘的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张时刻表。我们既不必因为这些话就草木皆兵，也不该因为它听来骇人就掩耳不闻。最要紧的，永远是在看清各种可能之后，把自己脚下的日子过得更稳、更实、更有准备。顺着这3位预言者的指针再往深处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让人格外揪心的交集，那就是粮食。无论是冰冷的占星推算，是缥缈的通灵感应，还是虔诚的祷告意象，他们竟然不约而同的都指向了同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字：饿。一边是火山灰可能遮天蔽日，气候反常，农田欠收；一边是冲突与动荡，随时可能切断全球的运输与贸易。当这两股力量在某个时刻迎面撞在一起，最先受伤的往往就是我们每一张餐桌上那一碗最普通的白米饭。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相依赖的时代，地球另一端一片麦田的欠收，一条航线的中断，都可能在短短几周之内化作我们家门口超市里飙涨的物价和空荡的货架。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预言尽管画面千奇百怪，却都在反反复复地叮咛着同一件最不起眼的小事：平日里多备1分粮，多存1分水，多1分对土地与食物的珍惜，远比真到了那一天才手忙脚乱要踏实得多。如果把布兰登这2年的种种意象通通归拢起来，我们大致能看见5个层面的剧烈震动，彼此交织，互为因果。第一层是政治的震动，旧有的权力格局正在悄悄松动与重组。第二层是经济与能源的震动，那座摇摇欲坠的积木塔随时都可能倾覆。第三层是战争与冲突的震动，地缘的火药味在好几个角落同时升腾。第四层是大自然的震动，火山、地震、洪水仿佛事先约好了一般轮番上阵。而第5层，也是布兰登自己最为看重的一层，是人心与信仰的震动，是价值的崩解与艰难的重建。在他的理解里，这5重震动从来都不是各自孤立的灾难，而是同一场巨大转折的不同面孔。一个旧的时代正在缓缓谢幕，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剧烈的阵痛中艰难的诞生。看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想，这么多灾难，这么多警告，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先后顺序呢？从布兰登零散的描述里，我们似乎可以隐约拼凑出一条他眼中的时间脉络。最先动摇的是那座金融的积木塔，经济的裂缝往往是一切连锁反应的起点。紧接着是大地的怒吼，火山与地震让西方世界陷入自顾不暇的混乱。也正是在这片混乱遮蔽了所有人视线的时候，地缘的火药桶才被点燃，海峡对岸抓住空隙发动行动。而在这一连串的冲击之下，旧有的秩序开始全面松动，连那道封闭了数十年的铁幕也跟着出现裂缝。当然，我们必须再三提醒自己，这只是一种对意象的解读，绝不是板上钉钉的剧本。真实的世界永远比任何预言都更复杂、更难测。但理清这条脉络的意义，不在于精准地预测未来，而在于提醒我们，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风险，背后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过，在这出众声喧哗的大戏里，布兰登自己反而是最克制、最低调的那一个。他说过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他说神曾经严厉地告诫他，不要再花太多时间在频道上做预言，不要再告诉人们金融崩溃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更不要再引用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期。崩溃终究会来，会震撼人们，会唤醒沉睡的灵魂，但确切的时间不该由他这张嘴来宣告。他甚至不止一次暗示，有一天网际网络本身会消失，他赖以发生的这个平台也会走到尽头。你看，这是一件多么矛盾的事，一个靠着预言才走红的人，却一再的诚恳地劝告大家不要迷信他的预言。也正是这种矛盾，这种不为自己造神的清醒，反而让他的话在许多人心里多了几分难以言说的重量。
在布兰登所有看似灰暗的意象背后，其实还贯穿着一条常常被人忽略的明亮的线。他不止一次提到，他看见一道天门正在缓缓开启，看见一场席卷人心的觉醒即将到来。在他的描述里，不只是市井小民，连那些原本站在聚光灯下看似最不可能回头的名流与明星，也会在这场巨大的动荡中一个接一个的幡然醒悟，重新去寻找生命里那些被遗忘已久的更深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布兰登的剧本里，灾难从来都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一场大规模心灵转向的引信。旧的秩序之所以崩塌，是为了给新的觉醒让出位置。这也呼应了他一再强调的那句话，能在风暴中站立的是那些愿意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人。灾难淘洗掉的是虚浮，留下的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东西。那么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2026年6月19日的这段预言？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分清楚预言和命运之间的差别。在布兰登自己的信仰里，预言从来都不是一张白纸黑字不可更改的判决书，而是一声提前响起的警钟。警钟为什么要响？绝不是为了让我们吓得瘫坐在原地，闭上眼睛等待末日降临，而恰恰是为了让我们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抬起头，看清自己脚下正在走的这条路，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意大利的火山到底会不会喷发？台湾海峡的浪到底会不会掀起？朝鲜半岛的铁丝网到底会不会松动？这些，说真的，没有任何人能够100%的向你打包票。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从来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安全，它只会让我们在慌乱中做出更糟的决定。真正能让我们安然度过风浪的是清醒，是准备，是未雨绸缪，更是人与人之间那一点点愿意互相扶持的善意。一个家庭如果平时就懂得储备，懂得规划，遇到风雨时自然从容；一个社会如果人心不散，彼此信任，再大的灾难也压不垮它。预言把最坏的可能摊开在我们面前，不是要我们认命，而是要我们在最坏还没有发生之前，先把自己、把家人、把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照顾得更好一点。或许有人会问，我们只是平凡的小人物，面对这么宏大的变局，难道真能做些什么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我们无法阻止一座火山的爆发，也无法左右大国之间的博弈，但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让它在风浪来临时更有本钱。我们可以安顿好自己的内心，让它在恐慌蔓延时还守得住一分镇定。我们可以善待身边的家人与邻里，因为真正的灾难一旦降临，能拉你一把的往往不是远方的英雄，而是身边那些熟悉的面孔。我们还可以为最坏的情况留一点余地，多备一些粮食与饮水，把重要的事提前规划好。这些事看起来微不足道，可正是这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汇聚起来，才铸成了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乃至一个社会。面对未知时真正的底气。说到底，人类对未来的探问与不安，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新鲜事。从遥远的上古一直到今天，几乎每一个文明都曾经有过属于自己的先知、自己的卜者，自己那一本写满了隐喻与警示的古老典籍。我们的老祖宗也留下过不少让一代又一代后人反复揣摩，至今仍津津乐道的预言。这其实说明了一件很深的事，对命运的好奇，对风险的警觉，本就深深地刻在我们这个物种的骨血里。它未必只是迷信，反而很可能是一种古老而珍贵的生存智慧，一种提醒着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本能。所以面对布兰登在这个6月抛出的3道警告，我们大可不必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把每一天都过得提心吊胆，可也不必因为它听起来太过骇人，就索性把耳朵一捂嗤之以鼻。最成熟也最从容的态度，或许是把它轻轻地当成一面参照的镜子，照一照自己最近是不是把日子过得太过松懈散漫，照一照自己有没有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奔波里，不知不觉地忘了身边那些真正重要的人和那些真正要紧的事。回到那辆在时代广场上失控狂奔的红色马车，它没有马，却在飞驰，这像极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技术一日千里，局势瞬息万变，
财富、权力、资讯像潮水一样奔涌，可那个方向盘究竟握在谁的手里，似乎没有人真正说得清。布兰登看见的那一轮缺了角的月亮，也许正是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完满的，它有裂缝，有阴影，有随时可能倾覆的险境。承认这一点并不是悲观，而是清醒。可是请别忘了，在这同一个系列的意象里，他同样亲眼看见过台湾人在祈祷声中迎来的那一轮日出。黑夜再怎么漫长，太阳终究还是会从海平面上一寸一寸地升起来。这或许就是这一整套意象在所有的惊悚与不安底下真正想要传递的核心。他把缺角的月亮和升起的太阳放在一起，把失控的马车和祈祷的人群放在一起，把最深的黑暗和最暖的光放在一起。他仿佛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剧本里从来都不是只有灾难一种颜色，危机与转机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旧时代的崩塌，常常也正是一个新时代的序章。我们所恐惧的那些变局，换一个角度看，未尝不是一次次逼着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想要怎样活着的契机。对我们普通人而言，与其把精力耗在猜测哪一句预言会不会成真，不如把它化作一种更积极的提醒，提醒我们对家人多一分耐心，对陌生人多一分善意，对自己的健康与内心多一分照料，对脚下的土地多一分珍惜。因为说到底，无论未来会不会如布兰登所言，这些事情都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错，永远值得我们去做的。所以当我们听完布兰登在这个6月发出的3道警告，与其整天去问世界末日到底哪一天到来，不如安静下来，问问自己一个更实在的问题：如果明天真的风云变色，我此刻能做的到底是什么？是跟着人群一起囤积恐慌，还是先把自己那颗慌乱的心安顿好？是冷眼旁观别人的苦难，还是多给身边的人一点温暖与善待？预言终究只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从来都不只是那些遥远的未必会发生的灾难，更是我们此时此刻活生生的选择。意大利、台湾、韩国，这3个被同时点名的名字背后，是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的一场剧烈阵痛。而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地携手穿过这段隘口，答案或许根本不在天上那些飘忽的意象里，而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今天怎么活，怎么爱，怎么选择。愿我们都能在这场谁也躲不开的大变局里，守住心中那一束无论如何都不会熄灭的光。